这一周，黄金在4000关口上演了一出失而复得，白银却结结实实挨了一记重拳，一周跌掉超过6%。那么问题来了，金价跌破4000又被拉回来，这到底是底部在悄悄成型的反转，还是下跌途中喘口气的中继？今天我们就一步步把它讲清楚。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市场已经休市。我们用这期节目好好回顾刚刚收官的这一周金银行情，再一起展望下周。老规矩，我要郑重提醒你，我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请自己独立判断，独立负责。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本周金银双双收跌，黄金周五收在4018.8美元，一周跌了 2.31%， 白银更惨，收 56.33 美元，一周重挫 6.38%。第二，最大的推手是油价飙升，重新点燃通胀担忧，市场把降息预期往后挪，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一度走强，一起压着金银往下走。第三，接下来最该盯的是黄金4000这道关口能不能守住，以及下周四的初请失业金和周五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先说这一周的整体感受，如果用一个词形容，那就是补跌。过去几个月一直高高在上的贵金属，这周像是被人从高台上拽了下来。黄金从上周五的4113一路滑到周四盘中跌破4000，收在3992，创下了阶段新低，直到周五才勉强收复4000，收在4018。白银就没这么体面，口欧啊，它一周从60美元上方一口气跌到56出头，跌幅是黄金的将近3倍。这里就藏着这一周最值得说的一个信号，黄金和白银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我们上周五那期节目里就特别标注过，4000是黄金的胜负手，一旦收盘失守就要提防下探3950。结果这一周4000确实被跌穿了，3950也一度告急，这个提醒应该说是兑现了。而白银这边，它的杀伤力远超黄金，把金银比价一口气推高到了71以上。金银比走高，往往说明市场是避险和恐慌在主导，白银这个高波动的小弟被资金优先抛弃，所以本周真正的主角其实是白银的这场雪崩。我们先把黄金这一周的路径捋清楚。周一到周三，黄金还在4050到4080之间做窄幅震荡，看着挺稳，但周四风云突变，一根大阴线直接把价格砸穿4000，收在3992，这是他去年10月以来第一次在4000下方收盘。周五虽然拉回到4018，涨了 0.67%， 但这更像是超跌之后的技术性反抽，而不是多头重新夺回主动权。从整周的格局看，卖方明显占了上风。黄金目前不但远远低于50日均线的4265，也深深压在200日均线4596的下方，价格同时站在这2条中长期均线之下，技术含义是偏空的，说明中期趋势的天平暂时是向下倾斜的。周五那根小阳线守住了4000整数关，算是多头挣扎出来的一点体面，但要说反转还远远不够。我们再看看这一周资金的态度，这往往比价格本身更能说明问题。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公布的持仓数据显示，投机资金的黄金净多头从上一周的194000手减少到了186000手。这是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净多头就像看涨这一方手里握着的筹码，筹码变少，说明有一部分原本看多的资金在这一周选择了获利了结，离场观望。这和价格的走弱是相互印证的，不是有人在恐慌大甩卖，而是多头在主动的
有节奏的减仓。这种减仓一般不会一天结束，所以下周初黄金上方的抛压可能依然存在。今晨市场休市，黄金现报也就停在周五收盘附近的4018，我们把它当个参考就好。接下来重点说说白银，因为这一周它才是真正的故事主角。白银全周收在56.33美元，一周暴跌6.38%，创下今年的新低，走势明显比黄金脆弱得多。为什么同样是贵金属，白银跌得这么狠？这就要说到白银的双重身份。你可以把黄金理解成一个纯粹的避险资产，而白银是半工业、半金融的混血儿，它有一半的需求来自光伏、电子这些工业领域。所以，当市场担心通胀和高利率会拖累经济、拖累工业需求时，白银就会被双杀。一边是贵金属属性跟着黄金跌，一边是工业属性又被需求担忧，再踩一脚。再加上白银盘子小，波动天生就比黄金大，涨的时候比黄金猛，跌的时候自然也比黄金狠。这一次，油价飙升让市场担心通胀重来，美联储可能更晚降息，甚至有加息风险，白银就成了那个被优先抛售的对象。具体到价格，白银这一周从60美元上方直接滑到56出头，把上周好不容易站上的57、58全部丢掉。金银比价升到71以上，意味着同样1盎司黄金，现在能换到更多的白银。这个比值越高，通常代表市场情绪越谨慎，越偏避险。市场上已经有分析开始盯着54这个位置，认为一旦跌破，白银还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所以短期看，白银的技术形态确实比黄金更弱，这是我们下周必须放在心上的一个风险点。那么是什么在背后推动这一整周的下跌？核心其实是3股力量拧在了一起：油价、美元和美债收益率。我们一个一个拆开看。先看这一切的导火索，油价。这一周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市场重新计入了所谓的战争溢价，国际油价明显跳涨。油价一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抬高市场对通胀的预期。你可能会问，通胀上升不是应该利好黄金这种抗通胀资产吗？短期内恰恰相反，因为在当下这个阶段，市场的逻辑是，通胀一旦重新抬头，美联储就更没有理由急着降息，甚至可能被迫维持更高更久的高利率。而高利率环境对黄金和白银这种本身不产生利息的资产是实打实的压力。顺着这个逻辑，就轮到美债收益率和美元登场了。通胀预期回升，直接把美债收益率往上顶。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这一周一度冲到 4.62% 的高位，周五才回落到 4.55%。这里的传导机制，我给你打个比方，黄金就像一个不发工资的员工，而美债是一个按月发利息的员工。当美债这个发利息的员工待遇越来越好，收益率越来越高时，大家自然更愿意去持有它。而冷落黄金这个不发工资的。与此同时，美元也走强了。周五公布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好于预期，数据一好，市场就觉得美国经济还挺有韧性，美联储更不用急着放水，美元应声走高。而黄金是用美元计价的，美元越贵，对于用欧元、日元这些其他货币的买家来说，买同样1盎司黄金就要掏更多的钱，需求自然会受到压制。你看，油价、收益率、美元这3股力量在本周同一个方向上发力，就像3个人同时往下按一个弹簧，金银想不跌都难。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周的下跌来得这么干脆利落。再说说地缘政治这条线，它在本周扮演了一个很微妙的角色。按理说，中东局势紧张，避险升温，应该是黄金的传统利好。但这一周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地缘风险带来的避险买盘，被它同时推高的油价，进而推高的通胀和收益率预期给对冲掉了。
甚至盖过去了。换句话说，这次的地缘冲突对黄金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提供了一些避险支撑，让金价没有跌得更惨，周五还能守住4000，但另一方面，它通过油价这个渠道反而强化了高通胀、高利率的担忧，从长期利率的角度压制了金价。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周黄金虽然有避险故事，却依然收跌的深层原因。避险这张牌这次没能救场。说到利率，就绕不开美联储的政策路径，这是决定金银中期方向的那个总开关。这一周市场情绪最大的变化就是降息预期的明显回摆。在油价飙升、通胀预期升温之前，市场原本还憧憬着美联储年内继续降息，可油价这么一闹，部分交易员甚至开始押注9月不但不降息，还存在加息的尾部风险。这个预期的转变对黄金的杀伤力是根本性的。我再帮你理一遍这条链条：黄金不升息，它最大的对手就是实际利率，也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的真实回报。当美联储被迫维持高利率，而市场又相信它有决心把通胀压下去时，实际利率就会走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大了。你拿着黄金，等于放弃了本可以拿到的那份利息。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周降息预期一往后挪，金银立刻承压。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下周的数据显示通胀其实没那么可怕，经济开始降温，降息预期重新升温，那金银也可能迎来一波像样的反弹。这是我们观察下周行情的一个关键钥匙。从技术面来看，黄金这一周的几个关键位置一定要记牢。首先是4000这道整数关口，它是眼下最重要的多空分水岭。周四跌穿，周五收回，说明这里多空双方正在激烈争夺。往下看，第一道支撑在3950，如果这里再守不住，下一个目标就是3900的强心理支撑。往上看，第一道阻力在4050，在上面是4080，只有放量收复这两个位置，才谈得上企稳回升。这里我给你一个同一组数据的两种读法。看多的人会说，你看，周四跌穿4000，周五又收了回来，这叫假突破，是空头想砸盘却砸不动，反而暴露了下方的承接力，所以4000就是底。看空的人则会反驳，一根小阳线算什么？价格连4080都没能收复，成交也没放大，这只是超跌之后的自然回抽，反弹结束还要接着跌。这两种说法谁对谁错，关键就看4080能不能被放量拿下，在此之前都只是各说各话。再看动能指标，黄金目前的14日相对强弱指数，也就是 RSI， 读数是40.15。简单解释一下，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指标，数值越高说明越超买，越低说明越超卖。通常70以上算超买，30以下算超卖。40.15这个数处在中性偏弱的区间，还没有到超卖。这说明什么？说明黄金虽然跌了不少，但下跌的动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到极值，理论上还有继续回调的空间。这一点恰好呼应了开头那个问题， RSI 还没到超卖，就意味着洗盘结束，彻底反转。低的说法目前还缺一个有力的证据。轮到白银的技术面，画面就更谨慎一些。白银这一周收在 56.33， 已经跌破了此前的多个支撑，现在正测试55这个关键位置。往下看，一旦55失守，市场普遍担心的54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那意味着更深的下跌。往上看，白银需要先站回58，才能初步稳住阵脚。白银的 RSI 读数是 34.33， 比黄金更低，已经很接近30的超卖线了。这是个需要辩证看的信号。一方面 RSI 逼近超卖，说明白银短线跌得又急又深，随时可能出现一波超跌反抽，抄底的资金会开始蠢蠢欲动。但另一方面，
在明确的下跌趋势里，超卖可以变得更超卖。指标钝化，价格阴跌的情况并不少见。所以对白银，我的态度是，它跌得够深、够快，反抽的弹性会比黄金大。但在没有看到明确的止跌信号之前，不要轻易去接这把还在下落的刀。说到这里，必须给你郑重提个醒，把风险2个字放在最前面。这一周金银的走势告诉我们一件事：当油价、通胀、利率这些宏观变量同向发力时，贵金属的调整可能又快又猛。现在金价和银价都还压在50日和200日均线的下方，中期的空头格局并没有被打破。任何反弹在被确认之前，都要先假设它是超跌反抽。所以无论你是想抄底还是想追空，都请务必保持冷静，控制好仓位，谨慎再谨慎。市场永远会有机会，但本金只有一份，别让一时的冲动透支了你长期在牌桌上的资格。好，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下周，做一个前瞻。我把它拆成短线怎么看和长线怎么看2部分。先说短线怎么看。下周的日历相对清淡，没有美联储议息，也没有 CPI 这样的重磅数据，但有2场值得盯。一个是下周4的初请失业金人数，市场预期大约21.2万人，略高于前值。如果失业金明显跳升，反而可能让降息预期重新升温，利好金银。另一个是下周5的标普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服务业和综合指数都会公布，它能反映经济的冷热。此外，油价和每周的原油库存数据依然是核心变量，因为这一轮下跌的源头就是油价。至于关键点位，黄金短线就看4000这道生死线，守住4000，并放量收复4080，才有机会打开上行空间。可一旦跌破3950，就要防守3900。白银则看55能不能撑住，撑住了才有反抽，破了就看54。我再把下周的2种剧本给你摆清楚。乐观的一面是，如果油价见顶回落，通胀担忧降温，或者下周4的失业金数据意外走高，让市场重新相信美联储还会降息，那么黄金有机会先收复4050，再向4080发起冲击。白银也可能借着超跌反抽的力量回到58上方。悲观的一面是，只要油价继续高企，收益率维持在高位，4000这道关口随时可能再度失守，那样金价大概率下探3950，甚至去测试3950的强支撑。白银则可能跌破55，打开通往54的下行空间。哪种剧本会上演？油价和收益率就是那个最关键的裁判。再说长线怎么看？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支撑黄金的那些结构性逻辑，其实一个都没有消失。全球央行仍在持续购金，去美元化的大趋势在延续。美国的债务问题积重难返，地缘政治风险此起彼伏，这些因素决定了黄金中长期的重心，大概率还是向上的。所以这一周的暴跌，在长线投资者眼里，更可能是一次上车机会，而不是趋势的终结。这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分歧，短线偏空，长线偏多。而这2个视角并不矛盾，短线是交易的节奏，长线是配置的方向，你得同时握住这2把尺子。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金价跌破4000又被拉回，这到底是反转还是中继？我的判断是，目前更像是下跌途中的一次超跌反抽，还不是真正的反转。理由很直接，价格还在50日和200日均线下方， RSI 只有40出头，油价和收益率的压力还没解除。什么时候能翻多？就看黄金能不能放量站上4080，站上去，反转的故事才立得住；站不上去，就还是中继。这就是我的一句话总结：4000失而复得，反转还差一步。那你怎么看？你觉得下周金价能不能站稳4000这道关口？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最后，我要再次郑重声明，以上所有分析
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研究记录，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风险极高，你所做的任何交易决策，盈亏自负，请务必独立思考，量力而行，谨慎决策。好了，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如果这期回顾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还有点亮那个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的更新。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